这一期讲为什么轨迹球可以减轻手腕压力。轨迹球除了符合人体工学，它好用吗？然后是几款产品的评价。如果你已经得了手腕腱鞘炎，轨迹球无能为力。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得，轨迹球可以减小手腕疲劳，让你不容易得腱鞘炎。因为腱鞘炎和鼠标手的原因都是过度使用手腕，而轨迹球对手腕的磨损要比鼠标小得多。普通鼠标要依靠手腕不停地移动来使用，你用8个小时鼠标，手腕就要动8个小时。但是轨迹球只需要动一个手指，肯定比动整个手腕要轻松多了。用轨迹球，手腕就再也不用动了，自然就不会磨损手腕。还有，用鼠标的人手掌根部都会长老茧，用鼠标强度高了以后还会压迫神经，手掌会酸麻。自从我用轨迹球以后，这个老茧已经慢慢消失了，酸麻也没有出现过。当然，你的坐姿要合理，手臂要自然地放在椅子扶手上，手腕不需要用力，这样才能长时间工作，不容易疲劳。有人可能要说，用轨迹球以后是不是该得手指腱鞘炎了？请尽量使用拇指轨迹球。原因有2个：第一，拇指是我们最强壮的手指；第二，如果要使用中指轨迹球呢？中指就要做这个动作，而中指是不适合做这种左右移动的动作的。你可以试试，手指的左右摆动是不怎么灵活的，移动范围也小，比起上下运动要差很多。或者要用手腕去做左右移动，那就失去轨迹球的意义了。只有大拇指是比较适合这样的运动方式的，而且拇指轨迹球还可以用中指和食指按鼠标按键。如果用中指轨迹球，中指除了滚球还要负责按按键，更容易累。当然，我说大拇指强壮，也不是说大拇指就不会受伤。如果你高强度使用12个小时鼠标，不管你是射击还是打游戏，不管用手腕还是手指，最终都会受伤，还是要注意休息。如果手容易受伤呢，一般是因为肌肉力量不足，要进行这个肌肉力量的锻炼。如果受伤了，要停止继续用力，多休息和进行一些康复训练。可以在 B 站搜索这方面的内容，我推荐了这个视频，里面说的很全面，我就不班门弄斧了。既然我们要用轨迹球，那么可能有人要问了，除了省力以外就没有别的理由了吗？不是，你看轨迹球的商家宣传的优点，除了对手腕好、符合人体工学以外呢，还有就是什么适合做平面设计，很多设计师都用轨迹球。虽然我不知道轨迹球对设计师有什么用哈，我用轨迹球已经10年以上了，用过了市面上大部分主流的轨迹球。我办公、打游戏，包括射击游戏，用 Photoshop 编辑照片、剪片都用。我没感觉轨迹球对设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。我的感觉是因为轨迹球可以减轻疲劳，所以适合这些长时间使用的人，比如绘图啊、设计师。但是很多人可能以为这个轨迹球移动精度比较高，可以做到那种1个像素啊、几个像素的移动，所以比较适合设计师。我用过的轨迹球包含了所有的主流型号，包括这个罗技的有线、无线，还有这个 Elecom、Senva， 没有发现这个东西的定位精度特别高。对于设计之类要求高精度移动的话，鼠标如果不好用，那轨迹球其实也不好用，还是应该合理的使用放大缩小来避免移动光标几个像素，这样子比较实际一些。有些人也会使用改变鼠标分辨率的方法来提高移动精度。有些鼠标有专门的按键来快速的改变分辨率，这个方法也同样适用于轨迹球。我的 Elecom 这个轨迹球就有1个按键，按下去可以临时改变分辨率，松开就会回到原来的分辨率。还有一个会降低定位精度的原因，就是轨迹球脏了，移动起来不顺滑，球就容易卡住，轻轻动没反应，一用力又过头了。鼠标一般脏的地方呢是脚垫，可以靠清洁脚垫或者更换新的鼠标垫解决。轨迹球也有滑动的地方需要清洁，我等一下再讲。轨迹球除了可以减轻手的疲劳呢，还有一些别的优点缺点。轨迹球不需要在桌面上移动，就可以节省桌面空间。我见过很多人的电脑桌其实并不是很大，比如我现在用的桌子，鼠标空间也是非常小的。
如果要用普通鼠标，这点空间可能就不够用。节省桌面空间，当然就可以在桌面上放更多的东西。另外，如果很小的空间能放下鼠标，就可以把鼠标和键盘放得比较紧凑，手臂不用伸得太长，这对于肩膀的健康是一个好事。鼠标不需要移动，自然也就不需要鼠标垫，还省一笔钱。一般布做的鼠标垫其实很容易磨损，想要定位精确，光标不发飘的话，1年要换一个鼠标垫。如果你用玻璃或者金属做的鼠标垫，那么它的价钱又上去了。轨迹球不需要一个平整的表面才能用，可以放在很多普通鼠标用不了的地方。例如，我可以放在笔记本的触摸板上、椅子的扶手上、大腿上，还有我的肚子上、头顶上都可以用。还有，我一边拖着脸一边用轨迹球也没问题。还有，在没有桌子的时候，可以用另外一只手拖着轨迹球。比如，很多人把电脑插在电视上，或者放在客厅之类的。鼠标在客厅就只能放在茶几上，姿势很别扭。而轨迹球随便放哪里都行，你摊在沙发上也行。这些都是普通鼠标做不到的。如果你跟我说你没有这么懒，不需要摊着用鼠标，那我只能说人应该追求上进，不要整天找借口，好吧？不够懒是你自己的问题。接下来，我结合我用过的一些轨迹球来说说它们的优缺点吧。主要是我手上的几个，太古老的有线型号就不说了，反正也基本停产了。首先出厂的呢是罗技这款无线轨迹球，这个轨迹球应该是市面上销量最好的，因为罗技的品牌知名度高。这个轨迹球使用2.4级接收器，这也是我最推荐的方式。它延时小，连接稳定，相比起有线连接，无线要方便得多。也更容易做到随心所欲的姿势，蓝牙有时会被干扰。那么好处是蓝牙不需要接收器。罗技的轨迹球，它的球体是通过3颗滚珠来实现滚动的。这3个小滚珠呢，会累积灰尘在周围，需要经常清理，不然滚珠不太顺畅。而这3颗滚珠周围的缝隙很细小，用针都不一定能清理干净。我一般会用细毛刷去刷它。然后轨迹球的手感，这个东西可能比较主观。如果把罗技、Senva 和 Elecom 旗舰款放在一起，可以看到大拇指根部对应的这个位置。罗技呢是凹下去的，剩下2个没有凹下去，用起来稍微有点硌手。还有这个，你看这里没有凹下去，是平的，有点硌手呢。时间长了也能习惯，属于一个小问题。如果没有放在一起对比的话，是感觉不到的。这方面罗技比较好。罗技的滚轮按键，也就是它的中键，这个中键是我用过的鼠标里面最硬的，我用1天基本上就会手指疼。而且它不是那种塑料按键，是那种金属薄膜开关，都很硬，没有办法自己改装，是因为这个中键让我放弃了罗技轨迹球。罗技使用1颗5号电池供电，这也是我认为最好的供电方案。毕竟家里准备几个电池就好了。万一没有，买一个也不难。而且罗技的无线鼠标省电技术可是有口皆碑的，确实很厉害，一个电池能用半年，在我用过的里面绝对是最强的。罗技的轨迹球还有新款，貌似中键还是类似的设计，那就只能推荐给一些中指比较强壮的用户了，我就算了。然后是这个比较有性价比的轨迹球 Senva， 虽然它自称是一个日本品牌，但是做工我感觉就是珠三角水平，因为那时候我的罗技中键太硬，按的手疼。Elecom 呢又被我给用坏了，正在考虑是换 Senva 还是再买一个 Elecom 的时候呢，我被它低廉的价格打动，我先买了一个有线版，用了一阵子，发现有线的还是有很多姿势都不方便，最后还是买了个无线的，这里稍微有点硌手。然后它也是2.4G 的，附送了2个接收器，一个 USB-A， 一个 USB-C， 用这个按钮来切换。它的这个轨迹球也是有滚珠结构的，所以要多多清理。它的按键不是常见的那种微动开关，是方形的那种，手感比较软，很安静。但是要吐槽的就是它的这个滚轮用的编码器，实在是太容易坏了，不到2年就坏了。我自己去买编码器换上了。还不一定买到和原厂一样的编码器，尺寸有点小小的差异。最后我用胶水粘了一下。Senva 这个无线款呢，内置了锂电池，
我经常忘记充电，没电呢就要连着线用，很痛苦。你要知道，手机充电线可是比有线鼠标的线要粗要硬的，而且它不认那种带有 eMark 芯片的充电线。如果你是从来都不会忘记充电的人，那你可以选锂电池。像我这种，那就肯定还是要选可更换的这个电池，可更换 YYDS。Senva 的鼠标省电一般，大概1个月充一次电。由于是内置锂电池，它省电的方法就是一段时间不使用会进入睡眠模式，要按一下才能够唤醒，有时候有点耽误事，需要习惯一下。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买的最贵的一个轨迹球 Elecom， 它的旗舰款，当时花了400，买它是看中Elecom 号称可以同时连接多台电脑，可是后来发现同时用2个电脑切换来切换去实在太麻烦了，基本上没怎么用过这个功能。Elecom 是真正的日本品牌，品质不错。Elecom 它的这个旗舰款轨迹球算是比较巨大的一个鼠标了，原本我以为手感应该很好，结果对比起来这里还是有点硌手，它在手掌上没有配合人体做足够的凹陷，看来鼠标并不是越大就手感越好。然后它有3种连接模式，有线、蓝牙、2.4G。这个鼠标有8个按键，我也用不上那么多按键，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是干什么的。值得一提的呢是它这个临时切换分辨率的按键，用无名指按下去以后呢，移动速度会大大减慢，可以做一些精确的操作，想法还不错。用起来的时候呢，感觉无名指要配合大拇指移动，食指还要点击，3个手指配合起来有点费劲，所以我用的也不多。这个轨迹球供电呢，也是1节5号电池，不过续航没有逻辑的那么长。Elecom 有个他们的独家功能，就是可以选择无线发射功率，它的开关 L 就是低功率，可以省电 ，H 就是高功率，但是会比较费电。如果 2.4G 接收器插在了电脑后面，鼠标反应不灵敏，这时候提高发射功率什么用都没有，千万不要浪费电。如果信号不好就用延长线。Elecom 这个牌子呢，它的轨迹球是没有滚珠的，它只有3个凸起来的塑料点。一开始我担心这样用时间长了会不会把球磨花，或者3个点被我磨平了，结果2件事都没有发生。看来这2个东西的硬度配合得很好，没有太软也没有太硬。没有滚珠有个巨大的好处就是不容易卡灰尘。最后是这个鼠标的按键开关，它也是标准的微动，手感不错。编码器呢也被我换过1次了，因为我已经用了几年了，它的原厂质量一般，需要自己更换微动才能省钱，不然就要过几年买个新鼠标。可以看到呢，它的底部已经被我改装成了我方便拆装的样子。最后一个要介绍的轨迹球，实际上是2个，说2个是因为这个老款呢现在已经停产了，现在买就全部都是这个新款了。他们家只有2款。前面说的那个是高端款 Elecom 的低端款式的轨迹球，当前版本答案，新款跟老款一样好用。这个轨迹球呢，在所有的方面几乎都做到了最好，按键不会太多，刚好够用，手感也恰到好处，该凹进去的地方凹进去了，不会太大。供电呢是可以更换电池，使用 2.4G 接收器，更换微动开关的难度也比高端款要低，因为少了一些螺丝。球的接触呢也是没有滚珠，比较好清理的那种。老款呢，我有2个，这个实际上已经被我用坏了，还没舍得扔。这个轨迹球没有多余的功能，价格也控制的比较低。唯一的缺点呢，就是续航比不上罗技。新款形状看起来稍微变了一点点，但手感其实是一样优秀的。跟老款的区别，主要是这个球体。它接触机构变成了这种可更换的滚珠，可能是为了解决时间长了以后滚珠磨损的问题吧。但是我的轨迹球起码用了5年，到现在也看不到明显的磨损。有些人可能以为这种滚珠的阻力更小、更滑、更容易滚动，但我的感觉是差不多，没有明显的差别。因为前面说了，我不推荐中指轨迹球，所以这里略过了一些。还有一个跟轨迹球相关的东西，就是垂直鼠标，它也宣传符合人体工学，可以减轻疲劳。这个东西我也很早以前就试过，我的感受是它对手腕的压力没有减轻。毕竟它仍然是一个鼠标，但是让我放弃垂直鼠标的主要原因是它的按键。普通的鼠标呢，按键往下按可以借助重力，就会比较省力。然后手要做捏这个动作的话，会给鼠标本身一个横向的力，会让鼠标跑偏。比如说我拿一个东西，2个手同时去捏它，但是要让它保持不动，其实是有点困难。
不管你怎么样弄它，它都会稍微的动一下。它这个点击按键的动作容易把鼠标光标推走，要用更大的力气呢去稳定这个鼠标，所以我就放弃了。最后，其实轨迹球不是一个便宜的鼠标，如果你选择了它，不管是因为桌面空间呢，还是为了放松手腕，你都希望延长它的寿命，所以要学会自己更换微动。学会以后，鼠标的寿命基本上就是无限的。但是焊接设备也要几百块钱，网上的焊接教程很多，如果你尝试过，就应该知道，焊接也是一个挫败感很强的事情。如果你有焊接的问题，也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来讨论，大家都有类似的问题，我可以再出一期视频。